好的，关于中国的人口数量，确实最近几个月来，海外媒体还有中国国内网上议论，这是一个热门话题。不过我呢，想给这个话题稍微浇一瓢水，冷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像讨论都跑偏了。为什么说他们跑偏了？因为啊，这些讨论啊，把一个长期缓效的，就效果很缓慢的影响，当成了短期速效的影响。就好比说，一个人服用了降胆固醇的药，然后以为他的高血压明天早上就能完全恢复正常。其实呢，要降低血压，你要服用降血压的药才对。那么中共人口总数呢，现在就算下降了，它短期内不会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因为这个人口下降主要是15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总数增加的不快了。那么，但是呢，要从这个15岁以下的这个儿童到青少年，慢慢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啊，这个是中间隔着10几年呢，所以短期内它已经不会影响劳动力供求很大。那么至于真正影响劳动力供求的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就是不同年龄组的劳动力，它们的组成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位观众朋友提问的，中国国内一直在讨论关于所谓人口红利消失这个问题。那么大意上，他的意思就是这个人口红利这个说法，意思是说，过去中国的世界工厂能够大量雇佣年轻的员工，那么生产巨额数量的产品输往全世界，主要靠的源源不断的从农村到城市流水线、工厂流水线去工作的农民工。那么我要强调说明一下。在台湾，如果从南部到中南部到台北来，这个找到一份工作，那么你很自然在台北就可以入户了。可是中国不是哦，中国你的户口永远在乡下。那么所以才有农民工这个概念，就是说你爸爸妈妈是农民，你家祖祖辈辈也是农民，不算城市人，不能在城市，比方小孩不能在城市入学。这个你也不能享受城市有的各种社会福利。那么，之所以中国会有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制造业，是因为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前后是农民的子女人数大量增加。那么这些人成年以后，就很多人都想进城打工，所以这种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人口对经济成长的推动就被叫做人口红利。那么，过去这些年来呢，新的农民工越来越少，农民工的平均年龄现在已经达到40多岁，平均年龄40多岁，意思就是说，大概从20几岁到60几岁都有了。那么很多人已经不再适合在流水线上工作了，所以现在中国沿海各个省市招工越来越不容易，这一点在大陆的台商很清楚的，所以讲大陆经济再靠人口红利已经不太可能了，但这只说明一个方面。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面，就是说世界工厂本身也在萎缩，随着人工成本越来越高，加上美国的关税增加很多，现在大量的外企都已经转移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比方越南。那么中国自己的很多企业也都跟着转移到国外去了。那现在光是在越南，它首都的河内外围，特别是它的北部远郊区，还有都出现大批的外国企业。那么越南南部的胡志明市更加是外企集中的地方，这些外企雇佣的都是越南的年轻的员工。那么中国的世界工厂在萎缩，那么它对劳动力的需求自然也在减少，所以现在深圳还有东莞的大片的工业区都关门了。所以呢，大陆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劳动力需求在同步下降当中。那么回到中国人口总量下降这个问题啊，BBC 就英国广播公司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的报道都曾经分析过这种可能性。那么去年中共是完成了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原定是4月上旬，就今年4月上个月的上旬公布普查的结果整整拖了1个月，5月11号才公布。那么引起了种种猜测，有人说这个人口普查结果可能是人口数滑落了，因为2019年中共公布它14亿正好，那么有可能2021年变成13亿几了，所以中共不敢公布，要赶快修改数据，
设法让它的结果人口普查结果不要那么难看。那么这一点呢，这个中国的国家统计局会修改数据，这一点我们以前的节目里谈过。那么究竟这个人口数据在这次人口普查以后被修改成什么样，哪里修改了？这中共是黑箱作业，他不会老实说的。我们呢，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去慢慢分析，能发现一些踪迹。我也看到有报道，有人已经在分析了。那么我想呢，这个现在中共公布的，就5月11号公布这个人口普查，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呢，说是人口达到14.1亿，14.1亿就比14亿多一点点。它算是堵住了那些猜测中国人口下降的说法，但这个数据本身我后面会提到也是有问题的。不过呢，就算用它这个有问题的人口普查数据，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有趣的现象。那么我自己个人呢是这个大学和研究所都是念的统计。那么念书之前，我是在安徽地质局工作的时候，也是做地质勘探管理方面的这个工业统计。所以然后从学校出来以后，所从事的研究还是经济数据分析，所以我个人对数据是统计数据比较敏感的。意思就是说，在一大堆庞杂的数据当中比较容易发现其中隐藏的一些奥秘，那么比较多少懂一些，从哪个角度采用哪种方法寻找当中显示出来的规律。那么下面呢，我就来介绍一下我自己从中共这个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当中发现的一些现象。那么首先就是人口接近零增长。那么去年1月17号，中共公布说2019年底总人口正好14亿。那么2020年，他说他的人口增长率是0.9%。那么这个增长率0.9%是真是假呢？看来当中又有造假的成分。因为按照这个次公布的数据，中共说他过去10年间年平均人口增长率是0.53%。那么一般情况下，人口增长放慢的时候，年增长率应该是前些年比较高，最近几年越来越低。那么这次公布的2020年人口数反映出来说，比2019年增长0.9%，这个年增长率就2020年的增长率，几乎是10年平均年这个人口增长率的1倍，明显的跳升成这样子，有明显的无法合理解释的地方，它有可能是国家统计局在虚增人口。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我注意到说，人口移动反映出大陆各地的经济兴衰。我们都知道大陆的面积广大，那么如果为了就业而长途数千公里去迁移，远离家乡，那么对工人来讲，你就不可能再照顾到家人或者小孩，那么一去1年春节才能回家，这个就和台湾从南部到北上来工作完全不一样了。那么从常理上讲，一般人如果能够就近在家乡附近工作，就不愿意到很远地方去，以至于不到过年都像在大陆，你要到很远地方去，不到过年便见不了家人一面。那么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你家乡实在经济凋敝，找不到工作，你只能远赴几千里公里以外谋生。那么中国这个人口普查是10年一次，如果10年间有一个省持续的有到劳动力远赴外地就业，就说明这个省的经济情况很差。那么从这个角度去观察人口普查数据，就发现呢，中国过去10年里，大部分省市的人口都是远途迁移出去寻找工作，那么导致很多省市的人口明显下降。其中人口外移最多的是东北的3个省，华北的山西和内蒙古，华东的安徽和江西，华中的湖北和湖南，华南的广西，还有西北的甘肃。那么这些人从他们家乡走了以后到哪里去了？主要是北京、江苏、浙江、广东和福建。这就表明呢，虽然中国号称人口多、市场大，其实真正经济相对比较好的只有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还有福建能够提供一些就业机会。那我注意到第3个现象就是人口迁移导致青年人成家立业、养家生子的难度大大增加。那这种现象导致很多年轻人迁移到外地工作以后，他只能单身然后就是人口增长缓慢。这种情形呢，你可以从各个省市的男女性别比例看出来。中国总的性别比例已经不太正常了，是男多女少。这个原因呢，可能是跟怀孕的时候选择性堕胎，就女胎就
常常会被堕胎。那么，中国现在这个男女性比例呢是51:48，这个性别比例啊，还是全国的总平均。那么和这个比例比起来呢，在浙江和广东这两个外地迁移到那里去，劳动力集中在那里的地方，就是浙江和广东。那么长途迁移去打工的人一般是男多于女，工厂要雇佣的也是男多于女。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说浙江和广东出现了超长的男性多于女性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很多劳动力从外地到这些地方沿海打工只能是单身，就算他有异性朋友或者已婚的配偶在家乡，也只能两地常年分离，没办法成家生子。那我看到还有第4个现象，那就是很多省市儿童和青少年占总人口比例偏低。那么从各个省市学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可以看出来各地人口变化趋势。那如果儿童和青少年占总人口比重偏低，一方面说明未来新增的劳动力有限，另一方面说明当地老年人口比例偏高。那么就中国平均水平而言，1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比重是18%，但是至少有8个省市儿童和青少年就15岁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比全国的平均这个18%要低很多。那么其中有2种情况，一种是大都市生活费用昂贵，年轻人生育意愿低，北京、上海、天津和浙江都是这样的。那么最低的上海市呢，居然这个15岁以下人口啊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0%，就是全国的差不多一半。另一种是年轻人外移就业以后，由于没有办法正常安家养家，导致出生人口减少，以至于在东北3省和内蒙古就能看到15岁以下小孩越来越少。那么第5个现象就是我注意到很多省市的老年人啊，老无所养，生活艰难。那按照国际通行的看法呢，一个国家的老年人口比重要超过7%，那么就算是进入老龄化社会，就是正在开始走向老年人比较多的这个状态。那么如果老年人口就65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14%，就表示说这个社会已经是老龄社会。那么中国呢，现在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是占总人口13.5%，所以它已经不再是老龄化状态，是已经老龄社会了。那么其中上海、江苏、辽宁、四川的老年人口比重已经达到17%，那么就正在向超老龄社会过渡。那中国和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是说，居住在乡村的5亿多人当中，大概有7000万人，就老人当中啊，大概有7000万老人是既没有土地财产，也没有医保。那么政府给他们微薄的一点点社保金呢，大概是1个月购买10几袋泡面。所以他们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节衣缩食，再就是恳求儿女们给他们一点接济。那么有很多老人的儿女，有些不孝儿女，迁居远地，根本就不顾家乡的这些老人。所以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处于这种状态老人会越来越多，将会超过1个亿。那么很多外商想在中国市场赚钱，常常把中国想象成14亿人啊，市场大啊。其实啊，这次人口普查给出的最重要的资讯还是说，这个中国啊，这个庞大的人口当中，几乎没有购买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那么出生在各个地方乡村的年轻人，未来的购买力也非常有限。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中国的消费市场未来是趋向于萎缩。那么中国经济除了出口，其实没有别的维持之道，神仙也帮不上忙。